Hello，欢迎观看我们的第一支 YouTube 影片。今天我们在一个露营区露营，因为我们昨天搭的帐篷，我们都搭完了。其实我们这次主要要来回答一下大家的种种疑问。我先跟他认识，因为我们是在 Instagram 上认识，只是我们两个一直讲说要约出来，对，然后花非常久的时间一直没有约出来。对，大概前后大概也搞了4、5年吧。他要来台中读书，所以才认识。台中唱歌，然后认识的，就他们两个。对，好像也是2020。那时候你们就交往？对，那时候我们先交往，我们两个先交往。还是后来才跟这个。对啦。就大概这一年期间，我们就很密集的有去，比如说一起去露营啊，然后一起出游啊，然后一起去民宿住啊，等等，基本上我们的很多活动就穿插在一起，所以就很常跟他相处。我们对于彼此一定要先有好感，才会慢慢从中，然后看到这个人的特色，或者是他跟你这个人频率合不合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可是我觉得慢慢在相处的过程中，就变成说，你觉得跟这个人相处上，你就特别想跟这个人再更进一步。可是那个进一步是，不论是朋友上的，或是情人上的，就是你就是会慢慢想要往前推进，就去想要探索说，奇怪为什么我对这个人会带有一点点感觉，那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才开始会去思考，后来才去思考说，那3个人是不是有可能，有没有可能变成说？一起互相喜欢交往的状态，这样子。当初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没有多想太多，就只是觉得好，跟朋友出去好像蛮开心的，然后就特别注意他们两个有时候在干嘛，喜欢看他们两个情侣的互动，就像是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也好，就看你们两个开心的样子，我自己觉得很开心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平常就不会去看其他情侣在干嘛，可是跟你们有关的话，我就特别多看一下，然后看你们幸福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觉得你们两个个性都很好。多好。你要讲什么戏？哦，我很喜欢你很爱办那些活动，然后找我就一大群朋友一起去玩，很开心，会把活动办得很丰富，然后 CP 值就很高，就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玩很不错的东西。我看旅行社好了。对，然后吴军也是很贴心的人，要做什么活动的时候都会把很多东西准备好。我们后来会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是我在他身上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真的比较踏实一点。我如果要跟一个人在一起，我会想得非常远，会想说，就未来有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共事，或是可以，就是有什么再更远的发展。所以我觉得第一眼真的是就是外表就是还不错，对，还 OK。但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因为很常出去玩，所以他真的是，我觉得他其实是外表还不错，但是他很愿意做事情，而且真的是很会煮菜。再来是因为其实他家庭背景也不错，但是他不会是那种，因为有时候认识那种可能家庭背景不错的人，但是就是他不会很愿意去付出。那我觉得家教也很好。对，谈到家教的部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。反正因为家庭真的会影响很多事情。对，所以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点，所以我才觉得说是真的就可以再往更深的地方发展。应该说我们应该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，有一种很神秘的魅力。我觉得这个人感觉对我而言就有点捉摸不定，然后就不知道说他到底内心在想什么。因为我对于那一种想不到他要干嘛的人会很有兴趣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。越相处到后来会发觉，这个人很多个性很符合我，然后在兴趣上也跟我蛮相近的，所以就慢慢一直越来越想跟他接触，就是心理的一个状态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慢慢一直想跟他接触。那我讲一个，我觉得2个人跟3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我应该是里面比较不平衡，内心比较很难抓到平衡的人。我觉得3个人会比较不一样的，像是因为以前我跟吴军就真的是老夫老妻的生活，所以现在变3个人的话，如果我看到雨辰跟吴军这种亲密行为，比如说他们2个有亲亲或抱抱，那基本上是有很长都2个人这样子而已。所以那我在旁边就是我要干嘛，我就觉得说很尴尬或很别扭，因为以前就只有我会对吴军这样子。那但今天看到你就是就是在一起这么久的人，然后就跟
一个就是现在新加入的雨辰这样子做这样亲密行为，我就会觉得很别扭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目前也在抓这个平衡点，因为我觉得说3个要在一起是都要是那种很公平，然后很就是都要是平分的，不能是有一边就是可能谁跟谁会比较好。我觉得本来3个人就难免会感到不平衡，可是就真的需要自己花时间去调试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感情过，而且很多人也没有这样的感情过，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参照物去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，没有人可以咨询。对，没有人可以咨询，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感觉。所以其实要沟通的同时，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把自己的内心掏出来，然后跟对方分享，然后他们也要花时间掏出来跟对方分享。就是有一个小问题的时候，就要花时间去沟通，不能等到大问题的时候才去沟通。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心态调试真的蛮重要的。除了沟通以外，因为沟通应该是不管是2人情侣或者3人情侣，都是很重要的一环。需要很大量的去分享自己心里在想什么，才有办法理解说对方到底我们2个人或是3个人的话之间的感情要怎么调试。然后我觉得自己心态调整很重要的是，你得建立好自己的心态。就是当对方没有办法，像他们2个都是在一起很久了，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相处模式，所以我是突然加入进来的，他们就很难因为我而出现什么新的做法或是动作，像是他们平常回讯息比较慢，那我就希望他们可以回快一点之类的。但是他们平常就是老夫老妻这种模式，所以回讯息速度就比较慢。然后我讲3次之后，我就想说，那就算了，反正他们平常就这个样子。那我也没有打算，我就算了，因为我已经讲3次，然后就没有用。那我自己调试，就变成是我现在他们不回，我也没差，就已经完全不会在意这个点。所以自己有办法轻松的看待之间的相处，然后有办法适应这样子，或者是愿不愿意为对方改变，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。很不在乎别人眼光，就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做自己的人，所以不管在路上要跟另一半牵手啊，或者亲亲抱抱，或是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，我觉得都无所谓。然后从小其实比较没有自信的时候，会觉得别人的眼光都会是有点歧视或排斥的感觉。可是长大之后慢慢有自信，然后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会觉得别人对你的眼光是变得是有点好奇，或者是觉得开心，为你感到开心。像是我跟你们牵手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别人的眼光是哇，好特别哦，很可爱之类的。但以前可能会觉得说，他们在干嘛？但我觉得这种心态就需要调整，因为你要觉得自己是好的，然后你要相信别人的眼光也是善意的，即使他们是恶意的，那你也不要想太多，你就做自己就好，开心就可以。所以我真的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好处就是我们收帐篷可以快一点，对，可以收很快。做什么设备很快？对，然后像我们之前有去那种大卖场，要找东西，我们就可以3个人找，就找很快。哇，还有那个烧烤店的串烧，因为场就一串就有3个，我们就可以1人1个，就不用分哪个是谁要多吃那个，就可以分3个，就是比如说买车也会比较便宜，或是所有花费都除以3。对，买礼物给朋友，只要3个人一起出钱就好。对，就可以送比较好。还有买房子也可以比较便宜。坏处就是搭游乐设施，或是比如说那种搭公众运输，可能就只有2个座位，我们就要变成说就是拆2个1个。这倒还好，好像蛮多人喜欢问这个，但很多人都会说，好像这个社会对3个人很不友善，因为很多都是双双的，这3这个数字很难凑刚刚好。哦，就是那双人床会不够睡，你看。所以我们考虑要买 king size 的床。哦，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就变有3个说法，要达成共识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因为如果2个人的话，只能2个势力相当的话，就没办法取得一致。就那一个就只能听那2个。对，可是如果3个人的话，变成是反而2个人吵架的时候，不知道谁是对的，然后第3方就可以出来和解，当和事佬。就是一半好一半坏了，就是都有好有坏。好，就这样，回家。耶，我们录影结束了，拜拜。